伊朗高层恐慌升级，中共遭反噬，布局全毁。伊朗出现致命危机，川普披露美以空袭伊朗7000目标。伊朗高层双面人生，以色列45万大军出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已经进入第3周，接连不断的打击对伊朗国内的军事和能源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最新消息显示，伊朗伊斯法罕的一家无人机制造厂遭到美以联军空袭，袭击同时波及多处关键军事设施。这次行动再次显示，美以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持续打击正在扩大，重点锁定技术与武器生产节点。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宣布，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也遭到袭击。据称，一架飞机在夜晚被摧毁。这架曾被伊朗高级领导人使用，用于国内外访问和与盟国协调行动。报道称，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也曾乘坐过该飞机。梅赫拉巴德机场同时承担民用和军事用途，自战争爆发以来，频繁成为以色列和美国空袭的目标。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另外，德黑兰市区也传出新一波袭击迹象。根据在线媒体哈米汉报道，市中心革命路附近启动了防空系统，同时有社交媒体账户描述，这座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城市发生了多次相对强烈的爆炸声，具体位置尚不明确。由于伊朗对网际网络进行封锁，相关信息难以快速传出。据 NetBlocks 组织报告，这是伊朗剩余最后几个电信网络之一的连接中断情况，显示政权在发生重大军事事件前会提前切断内部网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还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表示，美军野战炮兵部队在针对伊朗的行动中贡献巨大。他指出，美军持续使用高机动性火箭炮发射精确导弹，深入打击伊朗境内目标，其中包括港口内多艘海军船舰。凯恩强调，这些行动已使伊朗海军丧失作战能力，未来将继续打击剩余舰艇，以降低对手可能带来的威胁。报道称，凯恩未透露被击沉舰艇的具体名称，但专家分析，这次行动主要针对停泊港口的船舰，而非海上移动目标。卫星照片显示，3月4日，一艘俄制基洛级柴电潜艇在阿巴斯港被击沉，因此推测凯恩提到的潜艇很可能就是这艘基洛级。分析指出，打击停泊潜艇比追击已潜入水下的目标更高效，能有效削弱伊朗在荷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威胁，包括设置水雷或袭击友军船舰的能力。此次行动也标志着精确打击导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其射程远超传统陆基导弹，能对更广阔区域进行攻击。专家认为，随着这类武器使用频率提升，美军未来在其他海域，甚至面对中国海军时，也可能采用类似武器精确打击固定目标，逐步取代传统陆基导弹的地位。另外，日前伊朗伊斯兰政权也遭受重大打击，美以联军空军袭击了位于首都的一处地下指挥中心，当时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官员正在会议中策划未来几天的军事行动。据称，袭击造成50余名高级军官当场阵亡，伊朗政权内部指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上周，以色列空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总部发起精准打击，成功拆毁了该总部用于指挥作战和推进国际海上恐怖活动的设施。
官方日前释放出了其如何进行战略打击的视频。据悉，该海军部门负责伊朗在国际水域的恐怖行动及不法军事活动，此次行动重创了其指挥能力和作战部署。还有消息显示，德黑兰奥兹戈尔区的巴斯基第171部队指挥官在一次空袭中丧生。据反对派频道报道，这次行动属于一系列更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的一部分，目标直指巴斯基及其用于监控民众和镇压抗议活动的内部安全设施。这波攻击显示，美以针对伊朗内部安全网络的打击正呈现系统化和持续化趋势，旨在削弱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力，同时破坏其内部监控和镇压机制。分析人士指出，经过数日的空袭，伊朗的重要军事目标几乎已被摧毁。如果伊朗政权不无条件退出，接下来美以可能将目标转向伊朗的石油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本是为战后民众发展留下的家底，但如果伊朗神权坚持掌权以谋取自身利益，美以不排除彻底打击其经济命脉。对于战争而言，这不仅是军事战略问题，更是经济上的消耗。切断收入来源是阻止神权继续战争的一种手段。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打击，正在深刻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也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全球战略布局产生重大冲击。据麦迪逊政策论坛战争研究主席约翰·斯宾塞在《华尔街邮报》撰文指出，过去10多年来，伊朗一直是中共全球战略支柱之一，为中共提供廉价石油，支持“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建设，并协助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此次美以联军打击行动不仅直接威胁伊朗政权，也让中伊战略伙伴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数据显示，中共从伊朗购买约 90% 的石油出口，约占中国每日进口量的160万桶，其中高达 45% 的石油运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此次战争直接威胁中共能源安全，也暴露了中共与伊朗的军事合作。伊朗依靠中国提供的火箭燃料材料及技术，得以生产数百枚弹道导弹，甚至试图获得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以威胁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斯宾塞认为，这场冲突可能让中共在军事技术可靠性上面临全球检验风险，同时暴露其高度依赖海上能源运输线的脆弱性。一旦能源供应受阻，中共在台湾或全球冲击中的能源安全将严重受限。此外，中共与伊朗的战略伙伴关系涉及巨额投资与能源交易。2021年签署的为期25年、约4000亿美元协议，涵盖基础设施、能源与交通运输领域，密切关联“一带一路”网络，旨在扩大中共在亚欧非的中东的政治影响力。战争爆发后，中共虽发出外交声明，却未提供实质性支援，这让正在考虑与中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看清伙伴责任的现实。真正的伙伴应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而非撇清关系。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的升级直接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与经贸互动。美国总统川普原计划于3月底访华，并与习近平会晤，但伊朗封锁海峡和对海湾国家的攻击，迫使川普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派遣军舰护航。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大约90%石油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因此中国应该提供实际支援，否则可能延迟峰会。在经济与贸易层面，美中高层官员近期在巴黎举行超过6小时会谈，讨论议题涵盖农产品采购、关键矿产供应以及建立新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在部分议题上找到灵活空间。中方表示将增加美国产品采购，包括家禽、牛肉及非大豆作物，并承诺未来3年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产大豆。
同时，双方初步设想建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前提下促进贸易平衡并处理投资争议。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短期准备时间有限，加上美国目前将重心放在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短期内难有重大贸易突破，但预计美中领导人今年仍可能多次会面，包括习近平访美及在 APEC、G20 等国际峰会上的接触，合作成果可能分阶段逐步推出。近期战场上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伊朗导弹使用方式的调整。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伊朗用于反击的固体燃料导弹库存正在迅速减少，甚至可能接近枯竭。与此同时，伊朗开始更多使用液体燃料导弹，这一变化被外界视为战场形势发生转折的重要信号。在现代战争中，速度往往决定生死。固体燃料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准备时间极短，导弹一旦竖起，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发射，随后发射车迅速转移。即使对手拥有密集的卫星监控和无人机侦察，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锁定并实施打击。然而，这种快速发射、迅速转移的能力，正是伊朗长期以来维持反击能力的重要依靠。一旦固体导弹库存减少，这种战术优势就会明显削弱。有分析认为，在此前持续的空袭行动中，伊朗部分导弹生产设施和仓储系统受到破坏，使补充能力下降，而库存则在不断消耗。一旦补给跟不上，固体导弹数量自然难以维持高强度发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只能重新启用液体燃料导弹系统。但液体导弹在现代高强度侦察环境下存在明显弱点。与固体导弹不同，液体导弹发射前往往需要数小时完成燃料加注和系统检查，发射阵地必须长时间保持固定状态。对于拥有全天候侦察能力的对手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暴露目标，不断削弱。战争一旦进入消耗阶段，比拼的往往不只是意志，更是工业能力、库存规模以及持续补给能力。如果关键武器系统难以持续补充，再强硬的姿态也难以改变战场现实。周一3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介绍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并再次呼吁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亚洲国家参与海上护航行动，共同维护这一重要航道的安全。当天，川普在白宫出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午餐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推进，目标是削弱伊朗政权构成的安全威胁。川普透露，截至目前，美以联军已经对伊朗境内超过7000个目标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军事设施以及与战争相关的部分商业目标。他表示，这一轮打击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例如，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次数已经减少约 90%， 无人机袭击次数下降约 95%。在过去2周多时间里，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击沉或摧毁，其中包括30多艘布雷舰艇。川普还指出，美军持续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能力。他透露，仅在当天，美军就对3处相关制造设施发动了袭击，并表示目前对伊朗的打击几乎从各个方向同时展开。在能源设施方面，川普表示，行动已经摧毁了伊朗哈尔科岛上除石油区域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但保留了与石油运输相关的输油管道系统。与此同时，川普再次公开呼吁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的国家加入护航行动。他指出，这条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1/5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是世界能源供应的重要通道。川普除了特别点名中国外，还提醒日本也应该出面，并表示这些国家高度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
因此应该更加积极参与维护航道安全。川普还借机表达对北约及英国的不满，称美国曾远程援助乌克兰，而关键时刻盟友却选择缩手。他强调，美国在严厉打击伊朗之际，受益国家也应分担责任，包括派遣扫雷舰和特种部队维持海峡安全。川普对媒体表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保护许多国家，现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与我们一起承担责任，而且要迅速积极地参与进来。不过在周一，一些美国盟友表示，目前暂时没有派遣海军舰艇参与疏通或护航行动的计划。当被问及既然美国称已摧毁伊朗大量布雷舰艇，为何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时，川普回应称，美国确实有能力重新开放航道，但这需要各方配合。他说，航运恢复还需要相关国家愿意重新派出油轮进入该海域。中东战局进入新阶段，伊朗政权明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接连不断的美以空袭，尤其是核心设施、军工基地和哈尔克岛遭到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罕见表态，希望结束战争，但附加了一个硬性条件：特朗普必须提供书面不再轰炸伊朗的保证。这一要求暴露出伊朗的真实处境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现实逼到墙角，唯有争取基本生存的安全承诺。特朗普一向行动果断，战场上的实际远比谈判桌的承诺更有分量。伊朗喊着强硬口号，但在哈尔克岛、德黑兰、伊斯法罕的核心设施接连遭袭后，国内能源和军事命脉受创，民众与军队承受极限压力。所谓书面保证，本质上只是伊朗用血泪换来的生存条款，是典型的止损策略。战场和外交从不偏袒软弱者，伊朗要的不过是不被偷袭的底线，特朗普要的则是最大化战略收益。与此同时，伊朗高层的双面人生再次引发国际关注。公开场合，他们强硬反美，批判西方制度；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子女却大量在欧美扎根，享受顶级教育和生活条件。根据《纽约时报》与路透社报道，革命卫队、议会及宗教高层的子女约3000至5000人在美、英、加、德等国长期定居，拿绿卡入籍，生活优渥。典型案例包括阿里、拉里贾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国内强硬镇压抗议，女儿却在美国任癌症医生，住豪宅。前外长扎里夫的2个孩子拥有美国国籍，因双重国籍问题多次影响复职。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儿子在加拿大温哥华享受优质生活。这些权贵家属的生活与普通伊朗民众形成鲜明对比，国内百姓受制裁，物价高涨，生活艰难，而权贵子女却在西方享受自由与优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多次提出限制伊朗高层官员家属在美特权的议案，以应对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不在于出国留学，而在于台上强硬反美，台下让家人在西方过最优生活的虚伪行为。民众承受战争和制裁压力，特权阶层却置身事外，这种反差最让人寒心。在战争消耗下，伊朗政权被迫采取有限经济安抚措施。德黑兰宣布大幅提高最低工资 60%， 并扩大对有子女家庭的支持。这是在战争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用以缓和国内民怨，但与特权阶层的奢靡生活相比，仍显得讽刺。普通民众的抗议和生活压力才是伊朗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权贵的表态和安排更多是政治表演。中东局势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以色列军方近日宣布，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有限且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主要打击目标是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相关军事设施。以色列军方表示，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摧毁真主党的武器库、指挥中心和观察哨所，并削弱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能力，以保护以色列北部边境居民的安全。
在地面行动开始前，以军已经通过连续空袭，对相关地区的武装目标进行了多轮打击。以色列媒体此前援引军方消息称，在黎巴嫩南部的交火中，以军已经打死多名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同时摧毁了多处武器库和军事据点。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还宣布将大规模征召约45万名预备役士兵。这一动员规模被外界视为一个重要信号，意味着以色列可能正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长期以来，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军事网络，包括火箭发射阵地、地下设施以及观察据点。以色列方面多次指控该组织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在边境地区发动袭击，使北部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过去多年，以色列主要依靠空袭和精准打击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但这种方式往往只能摧毁部分设施，却难以彻底瓦解其在当地的武装体系。因此，以军此次转向地面行动，被认为是试图进一步削弱甚至清除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可能希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缓冲区，以减少真主党武装靠近边境活动的空间。部分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以军的目标可能包括控制利塔尼河以南的部分区域，但这一说法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确认。随着地面行动展开，外界对局势走向也出现不同判断。一些观点认为，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真主党武装，而并非黎巴嫩国家本身，但也有声音担心，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紧张局势。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以色列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很可能成为近年来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次军事升级，其影响也可能远远超出边境冲突本身。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